很紧张，哇塞，这个材质。果然，什么元宇宙，什么用 VR 办公，还是太抽象了。正经人哪会用得上啊 ？VR 眼镜不就应该是一个游戏启动器吗？我这里就输出一个暴论：不能打游戏的 VR 都只配吃灰，不能娱乐的 VR 狗都不买。所以说 VR 眼镜这玩意儿，果然还是得看游戏厂商。哎，没错，索尼 PSVR 2来了，哒哒哒哒，直接打开。首先，这个巨大的头盔，然后这就是2个手柄，好大，这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一些，但是很轻，你玩久了就不会累。我戴上去试试看。这次的 PSVR 2外观上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眼镜了。以往大多数的 VR 眼镜都是平平的戴在头上，多多少少都需要眼眶来支撑一下，而 PSVR 戴起来更像是一个头箍，它把所有的重量呢压在了额头的这个位置，眼镜的部分是吊悬起来的。这样一来 ，VR 眼镜压脸的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遮光罩的设计它就像弹簧一样，不仅可以贴合不同的脸型，像我一样戴眼镜的话，也可以完全包裹住这个眼镜腿。这个眼镜后面呢还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插口。它可以把它插上这个配套的耳机。要说 PSVR 2最爽的地方就是使用体验，比起其他 VR 设备要好太多了。首先 PSVR 2呢，它要配合 PS5 来使用。我们第一次把 VR 接上 PS5 的时候，它会出来一个初始化设置。以前我们要画这个游玩区域，不都得这样子转一圈画一个圈吗？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子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眼镜给戴上，然后呢，你就可以环视你的房间，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房间给扫描出来。它现在就已经是扫描完成的了。这个地面高度呢，也就只需要这样子碰一下地板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设置这个边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这个障碍提醒呢是要我贴近或者是已经超过它的时候，它才会提醒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边界设置的离我们的贵重物品远一点，不然等你一拳头过去，显示器都砸爆了，它才提醒你出框了，那就晚了。影响你看不看得清楚的，就是要调这一个镜头距离。这一代因为加了眼球追踪嘛，所以说它这一次的调整是有很大的辅助的。这比之前的 VR 调节就已经直观了很多了。比如说这样子，它就是不对的，这样就变得斗鸡眼了。哎，它可以看得到我在 wink。然后就是最后一个眼球追踪的调节，你就需要盯着这里面的一个小红点，当当当。在这里 wink 也超明显，你看这个 wink 已经可以鉴定这个眼睛是我的了。完成以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界面飞快的转动你的眼球，看你的眼球能转多快。之前 Quest Pro 里面就提到过，我非常期待 PSVR 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技术——注视点渲染。VR 设备其实要渲染的画面非常大，但是其实肉眼并不会关注到整个画面那么多的地方。那如果用上眼球追踪的硬件 ，VR 设备就知道你的视线聚焦的点在哪，这样就能重点渲染注视点的部分，余光的部分呢就随便互动一下，渲点低分辨率的画面就完事儿了。理论上这样可以节省出60%到70%的性能，当然节省出来的性能也不能浪费。可以用来把原本的画面再提升一个档次，这在画面性能要求不高的游戏中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在地平线这种真正需要性能的游戏，提升还是很大的。而且除了注视渲染，索尼这次还给大家整了一个新活，这个眼球追踪还可以用来选择菜单。其他 VR 在选择菜单的时候，都是用体感的手柄来指出一根长长的线，用这根线来选择目标。现在呢，我只需要将目光移过去，它就能知道我要选择哪个按钮了。手柄上再按叉确认就可以了。最牛的是，这个眼球锁定几乎没有延迟。假如索尼用这个技术来做些恐怖游戏，嘿嘿，你再看这里呀，哇，就吓你一下。要是真出了，我一定不玩。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体式 VR 眼镜说是一体机，但是也只是一块定制的高通芯片，算力性能也就一台手机的水平，而且高通有1-2年没有更新过这个芯片了，提升全靠散热和超频。所以说，就算 Quest Pro 能用上注视点渲染，其实在游戏画面上也没有什么提升。然而 PS5 在算力上就是降维打击了，本身性能就够强，再加上注视点渲染，白嫖性能，它带来的游戏我愿称之为次世代 VR 游戏。哦，哇哇哇，好逗着，这个水有触感，我想摸一下，我可以过去吗？别跑！啊，他走了，他不等我。哇！等一下，这个鸟怎么这么大啊？
这风暴鸟也太大了吧！单膝跪地，嘿！哇，百发百中，还有谁？之前 PC 上的地平线里没感觉这个长颈兽有那么大呀。VR里面的长颈兽从头上跨过去的时候太壮观了。小船上那一段也是很惊艳啊！风暴鸟振翅滑翔，6个头顶，一群守视者将你包围，燕爪兽和风暴鸟地盘争夺，我只能用目不暇接来形容，真就是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不想错过每一个细节。而且特别震撼的是，当长颈兽从我的头顶跨过的时候，我的眼镜和手柄在一起震动，这个头部震动真的是点睛之笔，像是 GT7里的上墙，地平线里面被怪物攻击，都让沉浸感更上了一层。这么牛的玩意儿，索尼居然没有放在宣传片里面。地平线里面的弓箭拉弦，手柄上的震动，像是你真的握在一把蓄势待发的弓上，甚至中二一点，你还可以摆出各种射箭的姿势。而且不用担心弓箭会射不准，在山猪呼唤里面，因为游戏里有注视点瞄准，相当于你用眼睛来操控射击准心，指哪儿打哪。可惜的是，我看索尼的宣传里 ，PSVR 的手柄是有扳机反馈的，不过现阶段里我并没有在游戏中感受到扳机抓握时的力反馈。要是出一个战神 VR 版，在捏爆敌人狗头的时候，手柄上传来一个捏碎的感觉，那也太爽了吧！就是可惜代入感太强，也会有反面效果。在玩游戏的时候，晕动症状真的很明显。玩一段时间会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热、出汗，就很像是晕船的感觉。晕船的人在船上，他的眼睛看到船舱内都是相对静止的，他的视觉系统就向大脑传递了静止的信息，但是体感上呢又感觉到船体在摇晃，两个信号就产生了冲突，大脑就觉得你是不是吃毒蘑菇了，快给我吐。VR 就正好相反，你的视觉系统告诉大脑，哇，好快好刺激，但是体感上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是两个信号发生了冲突，大脑觉得懂了，你吃了另一个品种的毒蘑菇，快给我吐了。不过也不是所有场景都会触发眩晕，只要你不走动，乘坐载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会晕的。像是开头主角乘船的那一段，虽然周围的风景都在向后移动，但是视野里面你坐在船上是相对静止的，这种情况就基本不会晕了。但是在山之呼唤中，有大量需要你移动的场景，比如说随处可见的一个跳台，我嘿的一下往前一跳，游戏画面里面的我已经往前飞了出去，但是在现实中我是静止的，这样一波下来就会感觉很晕。一般我玩超过2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得把眩晕辅助给打开，开启之后移动会变得更慢，同时也会降低 FOV， 摇杆切换视角也会从平移切换成闪现，算是拿沉浸感换游戏体验了。没办法，总比 Red 要强吧。除去硬件和软件 ，PSVR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玩家门槛低。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它的售价，这里我说的门槛低是网络门槛低。只要你会用加速器，就能玩转 PSVR。要知道，其他 VR 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做的比较好的 Quest 2都是需要科技上网的。当初我为了研究那个1万块钱的 Quest Pro 怎么样科技上网，各种查资料啊、用工具啊、开加速器，琢磨了1个晚上都还是没有搞定。最后还是闲鱼上面60块钱找了一个大佬弄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现在我只要不记一下，插上 PS5 就能正常使用了。但是现阶段游戏库还是一个硬伤，虽然这是 VR 设备的通病啊，但是 PSVR 更严重。打开 VR 游戏商店，页面里面就只有30来个游戏，还有这么多的敬请期待。而且 VR 游戏里面第一方游戏和第三方游戏的质量有天壤之别，真正好玩的也就只有地平线、生化危机8和 GT7 3款游戏，像是艾利克斯、Beat Saber、Superhot 这些优秀 VR 游戏，更是连个敬请期待都没有。而且看看售价 ，PS5涨价4299，PSVR 24499，再加上游戏还有大几版，真的很难说普通玩家能接受。空有着 4K HDR， 现在还不支持3D VR 视频，你要是想拿着 PSVR 当视频播放器，也很不方便。希望厂商能早点更新版本同步游戏，我要给 PSVR 2一个完整的晋升。总的来说 ，PSVR 2在硬件使用感受上都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不喜欢折腾设备，那 PSVR 2就是最好的选择。使用门槛足够低，加上护航大作地平线足够好玩，尤其是这一作的地平线，直接给未来 VR 3A 游戏竖起一个标杆。没这个水平的都是4399。OK， 好啦，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 Till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